你好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快乐中文频道。在这里学习中文既简单又有趣。我是小花。你好，小花。大家好，很高兴又来到这里。你今天怎么样？我很好，小明。我这周很忙，但是过得很好。你呢？我很好，谢谢。有时候忙是好事，这说明我们在做事情。是的，没错，比无聊好多了。这让我想到我们今天的话题，哦，我们今天要聊什么？我们要聊时间，更重要的是如何不浪费时间。标题是“不要浪费你的时间”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，不只是学习中文，对生活也是。是的，好，小花，那我们来聊一聊，不要浪费时间是什么意思？好问题。浪费时间就是把时间用在不重要或者没有用的事情上。我明白了，比如每天看8个小时的电视。是的，或者一直看手机，几个小时什么都不做。是的，手机很容易在手机上浪费时间，你只看1分钟，然后一下子1个小时就过去了。我知道那种感觉，这种事情会发生，但是我们想帮助听众好好利用时间，特别是在学习中文方面。这是个好主意。那么第一个建议是什么？我们怎么在学习中文时不浪费时间？我觉得第一步是要有一个计划，一个小计划。一个计划。好的，说说看，是什么样的计划？其实你不需要一个很大很难的计划，小计划就很好。比如，你可以说：今天我要学3个中文单词。哦，我喜欢这个，就3个，不是100个。对，100个太多了，一天是不可能的。做不到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很难受。然后你就不想学了。我明白，所以要有一个简单的小目标。对，或者你的计划可以是：今天我听一首中文歌。这是个很有趣的计划，所以重点是每天都有一个小目标。是的，当你有目标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要做什么，你不会浪费时间去想，我今天该学什么呢？这真的很对。我常常浪费很多时间在想该做什么，有一个计划真的很有帮助。好建议，小花。谢谢你，小明。那么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另一个方法是利用零碎的时间，零碎的时间，比如什么？就是我们一天当中那些零碎的时间，这里5分钟，那里10分钟。哦，比如你在公交车上的时候。对，没错。或者当你在超市排队的时候，或者在等朋友的时候。这真的很聪明。我们都有这些零碎时间。那么5分钟我们可以做什么呢？你可以做很多事情，你可以打开手机上的一个应用，做一个快速的中文练习。对，很多应用都有只有5分钟的课程，这太合适了。或者你可以看看你计划里的那3个新单词，复习一下。我很喜欢这个想法，利用这些零碎时间，这样你就不是只是站着等，而是在学习。对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，不浪费这些时间，而且这些零碎时间会积累起来。积累起来是什么意思？他的意思是，很多小事情会变成一件大事情。今天5分钟，加上明天5分钟，再加上后天5分钟，就会变成很多的学习。哇，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建议。谢谢，我觉得这对忙碌的人来说非常有用。是的，
我很忙，你也很忙，我们很多听众都很忙。对，我们没有每天2个小时坐下来学习，但是我们有5分钟。好，所以我们有2个建议了。第一个建议是制定一个小计划。第二个建议是利用零碎时间。那么第三个建议是什么？我的下一个建议是让学习变得有趣。有趣，当然，学习应该是有趣的。是的，如果学习没有趣味，就会像工作一样，你就不想做，你会浪费时间，迟迟不开始。我100%同意。那么我们怎么让学习中文变得有趣呢？你需要找到你喜欢的东西。对我来说，我很喜欢看电影，所以我看中文电影。哦，我也是。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。你可以听到真实的人在说话。是的，一开始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语言字幕，后来你可以用中文字幕。然后有一天就不用字幕了。是的，那是一个很大的目标。小明，你觉得什么是有趣的学习方式？我很喜欢音乐，所以我听很多中文歌曲。哦，这是个好方法。我会试着看歌词，就是歌曲的词。我用这种方法学到很多新单词和表达。我还会唱歌。你会唱歌？哇！是的，在我的车里或者在家里，唱歌有助于发音，它可以帮助你的嘴巴发出中文的声音。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主意，而且很有趣。你看，学习不一定是无聊的。一点也不，你可以用中文玩电子游戏，你可以读简单的中文书或者漫画。你还可以找一个朋友用中文聊天，即使每天只有10分钟。是的，最重要的是找到你喜欢的东西。如果你喜欢，你就会去做，你不会浪费时间。这就是关键。所以，学习中文的3个建议是：制定一个小计划，利用零碎时间，还有让学习变得有趣。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建议，而且你知道吗？这些建议不仅适用于学习中文，哦，你是什么意思？它们对生活也很有用。你说的对，多说一点。我们怎么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这些建议？好吧，想一想第一个建议，制定一个小计划，你也可以把它用在你的一天里。就像一个待办事项清单。没错，但是要小一点，不要写20件事，写3件重要的事情，比如第一，去超市；第二，给妈妈打电话；第三，读一章书。哦，真是个好主意。一个很长的清单会让人有压力，一个小清单就很好。是的，当你完成这3件事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很好，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，你没有浪费你的一天。我很喜欢这个。那么第2个建议呢？利用零碎时间。我们在生活中也可以这样做，比如你在等公交车的时候，不要只是刷社交媒体，你可以读一篇新闻。或者你可以给一个很久没联系的朋友发一条温暖的消息。这是个很棒的主意。是的，用这些零碎时间去和别人联系，并不是浪费时间。这是对时间一种美好的利用。我明白你的意思。所有这些小时间都可以用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。对，还有第3个建议，让它变得有趣，这对生活也很重要。怎么说呢？比如说运动，很多人觉得运动很无聊，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。是的，对一些人来说确实如此。所以，如果你喜欢，就不要去一个让你觉得无聊的健身房，去找一种有趣的运动。你可以跳舞，跳舞是很好的运动。是的，
或者你可以和朋友一起打球，比如足球或者排球。没错，如果它是有趣的，你就会想去做，你不会觉得那是在浪费时间，而是快乐的时光。哇，小明，这真的是很好的建议。所以，帮助我们学习中文的这些方法，也可以帮助我们过更好的生活。我也是这么觉得的，一切都在于我们如何聪明地使用时间，有意识地使用时间。有意识这个词很好，它的意思是你做事情是有原因、有目的的。是的，你决定如何使用你的时间，而不是让时间白白流逝。但是小明，休息呢？休息算不算浪费时间？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。不，休息不是浪费时间。我同意。你的身体需要休息，如果你一直忙不停，你会很累。当你累的时候，你就不能很好的学习，也不能很好的工作。没错，所以休息很重要，睡好觉也非常重要。是的，有时候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坐下来，什么都不做，放松10分钟，深呼吸。是的，那不是浪费时间，那是在照顾自己，就像给电池充电一样。我喜欢这个说法，给电池充电。我的手机需要充电，我的大脑也需要充电，对吧？我也是，所以我们要说清楚，不要浪费时间，并不意味着每一秒都要工作。他的意思是把时间用在好的事情上，而好的事情包括学习、工作、娱乐，还有休息。一个好的平衡，这才是关键。我也这么认为，一点点学习，一点点工作，一点点娱乐，还有一点点休息。听起来像是完美的一天。是的，这真是一段很棒的对话，小明。我现在很有动力。我也是，我明天要制定一个小计划。我要找一部新的中文电影来看，当做娱乐。太好了，学习中文是一个过程，好好利用时间，你们一定会成功。这是一个完美的结束方式。那么，对我们所有很棒的听众来说，你是怎么避免浪费时间的？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学习中文或者生活的小技巧？我们很想知道，请在本期节目下方留言，和大家分享你的想法。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对话，请订阅快乐中文频道。是的，也请把这个播客分享给你认识的人，这会帮助我们的频道成长，让我们可以帮助更多人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和你聊天很开心，小花。我也很开心和你聊天，小明。我们下次再见。再见，保重。再见。